大家好，今天要教大家来做这个蓬蓬的沙发杯垫。我们今天要用刺绣机刺中间的这个花纹跟字体。首先，我们先点开 App， 到这边会是它的主画面。我们点击左下角第二个加 New 这里，点击第二个绘图面板。进来之后呢，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一些功能列表。我们点选这个第4个有爱心符号的这个，我们要先来把这个中间圆形的框线画出来。这边有2种，粗的跟细的。我们今天要绣细的，所以我们就选这个。好，选进来之后呢，它有一个预设大小，我们现在来调整我们需要的大小。我们把图案点进来之后呢，一样双指可以放大缩小我们的绘板，就是这个面板。那刺绣框的大小是10×10，所以我们需要先把这个面板呢调整成我们要的尺寸，所以我就拿一支尺过来，然后稍微这样对一下，这样是10公分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这个圆形我要的大小可以去对应它。那我们今天刺的这个圆形的大小大概是6.5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去量。像现在这个圆是5.5，对不对？还差1公分。所以我们就把它选取起来，放大，然后再去测量它。好，那这样是我们要的尺寸了。以后呢，我们就点击旁边。那这个图案呢，我们画好传到机器里面之后，它会是置中的状态。所以你如果不小心移动到，是没有关系的。好，图档画好之后呢，我们这边要先按 Save 把它存起来。那你可以帮它设定一个名字，可能是第一个图层。接下来我们要再另存一个图档，所以我们这边按 Save As， 存一个2。好，2个图档都存好以后，我们这边要退出云端这里面，所以可以看到呢，我们有2个图档，第一个是线条。那我们现在点选第2个，再把它打开。我们现在中间有一个基准线了，以后我们就可以来写中间的字。像这个是写发嘛，你就可以做4个杯垫，就4组，就是红中啦、发财啦，就可以写一些麻将的字眼这样。好，那我今天要写的是发财好了。那我们可以点选这边有个笔，有细线条跟粗线条，我们可以选粗线条。然后就可以直接去绘制它。那我这个是用绘图笔，你如果用手啊也是可以的，可以直接去写，就很方便。那如果你需要擦除你中间不小心写错的东西，可以用橡皮擦去把它擦掉。像这样，比如说我这边有点歪歪的，我想要改一下，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去改。那这个框线呢，是为了方便我们辨认说我字要写多大，不然你如果写太小，就只有在旁边这样。那我们现在画好、写好以后呢，我们用橡皮擦把外面这个框线擦除，这样这个图档就完成了。那它已经是一个现在有的图档，所以我们这边呢直接按 Save 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一样退出去，所以这边可以看到，第1个图档是圆圈，第2个图档就是我们的字。那这样图档的部分就完成咯。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准备刺绣了。大家可以准备正反2块布，就是这个杯垫的正反。你可以用同一块，也可以像这样子配色。那这个大小呢是20×20公分，就是比我们的刺绣框再大一点。接下来还有刺绣需要用到的指秤，它是垫在后面。刺绣完之后，我们就会把它撕掉。还有薄的这个铺棉，有胶没胶的都可以。接下来我们要把布料绷在刺绣框上面。今天用的是这个磁力绣框，它就是有磁性。那如果是原厂附赠的这个标准型绣框，也是一样的方式哦。老师比较懒，所以用磁力绣框比较快。好，我们先把正面这个布料啊，这个是我要当背面，然后红色的布料我要当正面，所以我把字在正面。如果你想要双面都有字，也是可以的。好，我们把它夹上去。
那你可以稍微检查一下布有没有被绷紧，如果就是松松的，你这样搓，布有被搓下去，就代表不够紧，所以你可以稍微这样拉一下布边，把它绷紧，好像这样，还是可以保留一点弹性，敲会有那个鼓的感觉，咚咚咚这样就是可以的。好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后面呢会再放上铺棉，还有指衬。都可以多剪哦，就是我们到时候刺会刺在中间，多剪就不用担心它会跑掉。所以是这样子，3层布料、铺棉还有指衬。接下来就是要把档案传送到我们的机器里面，我们就是分开传，先把这个线条档传送到机器里。好，有没有看它放进来以后呢，就会置中。那我们就不管它。接着我们从 iPad 这里操作，一样传送到我们的机器里面。那它在机器设定这边的面板呢，我们就按新增，然后用一样的方式到云端里面按。好，这时候第2个图档出现了，我们就一样把它设定进来。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有我们刚刚画的2个图档。然后你如果觉得太小，可以按这个放大镜，然后把它放大一点。好，这时候我觉得我的字离边框有一点太远了，所以我想把字再放大一点。那我们刚刚第2个置入的是字，所以它现在还是选取着字，我们就按这个第2个按钮，然后它旁边有一个放大缩小可以按，我们就按这个把它放大。我想让它尽量就是靠齐到边缘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了之后，我就按编辑结束，进入到这个刺绣。那我们布料就是直接置中，所以位置也不需要做调整，我们就按刺绣。进来之后呢，这边可以看到它刺绣时间是需要4分钟，然后有2个线轴。线轴的意思就是有2个图档，我们刚才是先放圈圈，再放字，所以会有2个。那第1个线轴是1分钟，第2个线轴4分钟，总共1000多针，所以是这边都会有所有的资讯让你看。那我们就准备要来刺绣咯。拿出我们刚刚准备好的布，这边有布，然后后面有铺棉跟指衬3层，那我们就是直接放进我们的这个旁边，卡进去。好，压夹往下放。我们今天用的是金色金葱的这个绣线，那我们按这个启动键让它开始，先跑第1个图档。好，像它这样复位之后，就代表它这个图档已经绣完了。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绣第1层的效果。我们之前这个成品这个效果是绣了3次，所以我现在想要让这个图档再跑2次，回到旁边这个操控面板，从这个右下角的按钮点进去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呢有加针、减针，就是退针或是进针之外呢，这边有一个线轴，我们可以让它倒退，所以我现在用减就按减。它就会退回到第1个线轴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刚刚我们这个第1个图层1分钟的，它又跑出来了。所以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让你的图档重复刺绣。所以我们现在设定完之后，就直接按启动，然后刺绣。它这样绣完一样会自己停下来。所以我们就重复刚才设定线轴的方式，一样让它重新退回第1层图档，然后我们让它再绣最后一次。大家可以自己试看看哦。如果你觉得3层的效果太粗了，那你可以绣2层就好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刺我们的字，这边大家如果想要换颜色都可以随时停下来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图档都已经设定好了，我们就直接按开始，它就会自动绣下一个字。这边我按一下暂停，
大家可以看到，如果有这个很长的线头，可以先把它剪掉之后，再继续让它启动。剪的时候要小心，就是不要剪到你其他的地方，布料或是线。好，我们按启动。机器停下来之后呢，就是完成刺绣了。我们弹压角把它拿出来，我们把它从这个磁力绣框拿下来。这个背面呢，先把指衬撕掉，然后头尾的这个线头呢，都先修剪一下。这个金葱线的效果还蛮不错的。翻到背面呢，我们就把这个铺棉修剪掉，沿着我们刺绣的边缘去剪。这时候要剪得很小心哦。你可以先大范围的用布剪把它剪下来，再使用这种有点弯嘴的这种贴布绣剪刀，可以贴着这个铺棉。这样就可以剪得非常靠近车缝线的边缘，就不会担心剪到布咯。今天用的这个铺棉是0.3公分的，如果你想用厚一点的，0.6也是可以的哦。就是蓬的效果会不一样，像这样就剪好了。正面看起来像是这样，如果有加铺棉啊，就会有一种渐下去的感觉。接下来我们拿出里布。直接对齐上来，然后翻到背面，拿出我们的纸型。那这个是圆形的，我们纸型里面也有花形的，大家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图案去做哦。它中间就是有一个这个我们绣有这个大小，这也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变动的。如果你今天马克杯底很宽的，就可以等比例再把它2个圈放大。好，那我们把中间这个圆对齐我们刺绣的边缘，这样用水削笔描它的外圈，可以画深一点，让你等一下在车的时候比较看得到。那我们就用珠针把一整圈都把它固定起来，随便别哦，就是有把它别住就好。会别这种放射状的话呢，主要是比较好裁针。就是你在车缝的时候会比较顺手，像这样子。好，再来，因为我们要留一个反口给它，所以你就取一小段，大概5公分的距离。中间这一段是不车的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从这里车缝一整圈到这里来，头尾要回针。工商时间 ，Brother M370 刺绣机，手作森林独家限量赠品，总价值超过2万元，还有最安心的服务，买缝纫机找手作森林。我们今天示范的机型是电脑型缝纫机，是 M370 刺绣机，可以换成缝纫机的模式。那我们先把这个刺绣压角拆下来，换成一般的万用型压角，这样就可以车缝。那这个针位可以调整到中针位，然后针距可以不用特别调整，就用2.5预设值就可以了。那我们一样车缝，然后回针。车这个圆形的时候啊，就是边车。然后你的布要跟着转动，这个速度跟你推布的这个频率呢要一致。好，结尾的地方一样回针，这样就可以咯。接下来我们要来修剪缝份，反口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先画一段0.7公分的缝份。同学们可以用那个缝份圈，
这样子。那这边是我要先照着剪，旁边的地方呢就可以用锯齿剪刀，这样就不需要那么辛苦的剪牙口。反口这里是平的，等一下翻过来的时候比较好折烫。其他地方我就目测，大概剩下0.5的缝份。你也可以先画线，然后照着线剪。那我们在翻过来之前呢，要先把这个反口折烫好，两边都折烫好。那翻过来之后，这个反口就会很漂亮。我们可以准备这个纸型，这就是完成尺寸的纸型。那你可以把它对折，这样纸就会比较厚。也可以直接用厚纸板啊，然后把它对齐这个我们的反口边缘这里。这样我们在反折这个缝份的时候啊，就有一个厚度可以对，这样就不会折得歪歪扭扭的。你可以用锥子来帮忙你把布料顶住。我们就是右手拿着熨斗，把这个缝份往里面推，然后左手锥子呢把布料往里面塞。这样它就可以完全照着我们的纸型尺寸去烫好。然后我们按蒸汽，也有个3到5秒。这样这个边缘就会非常的圆弧平顺。那如果我没有用锥子点的时候，有时候这边熨斗在拨，然后这边的布就会一直跑出去，所以我左手就会拿锥子这样把布料推进来烫，推进来烫，这种感觉。那我们翻到背面一样哦，同样的方式把这个地方烫好。像这样，这个边缘就会非常平整了。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翻到正面，手指头可以进来，直接把这个接缝线的地方这样推出来。那推不动的话呢，可以用这种工具，这个叫反理钳，它的头是有点钝钝的。那你可以这样子放进来，这样推。推好之后，我们一样要把它的边缘烫一下。像这样就烫好了。那我们要从这个圆圈的地方啊，用黄色的线再车一圈，让我们的表里布可以固定起来。那你底线呢，如果不想用黄色的，你可以换成红色。等一下要从这边塞一整圈棉花。最后就是要来塞棉花，我们准备这个反理钳，帮助我们把棉花夹进去里面。从这个反口的地方开始塞哦。那因为这个棉花用量少少的，所以你一次呢不要用太多，不然你的棉花就会塞在某个地方，然后就卡住。因为它是一整圈的嘛，我们可以先把棉花拉松，然后稍微弄成这样长条形，接着我们就夹着往里面塞。这是我们的口嘛，那你可以预设，比如说我先塞到一半，尽量把这个往里面顶。那等一下就从这边呢再往里面塞。塞这个啊，我会希望它可以饱满一点。
这样它这个边缘呢效果就会很好，就会很立体。所以你可以多塞一点，这样比较厚实。像这样蓬蓬的就很可爱。把我们的杯子放上来，就会被保护在中间。那塞的差不多了，这边棉花都有放进去之后呢，我们这个反口因为留的比较大，是5公分嘛，所以你可以先把这个反口缝一半起来，缝到一半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继续填棉花，最后再把这个反口缝起来。像这样缝到一半之后，我们就准备来把这边的棉花填满。接着就继续缝。这样就完成啦。也可以放大做成锅垫哦。那赶快跟我们一起动手做看看吧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 Yui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